我觉得说美国的对台政策，它虽然也强调民主价值观，但是其实它主线呢是维持台湾的稳定安全，还有在中美军事的对抗当中呢保持不败之地。那么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呢，其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美军，还有国会里的卫国派。我以前在节目里介绍过这个概念哈。那么拜登当局之所以现在维持对以前美国历任总统那个对中共的战略模糊方针啊，他是主要还是不希望说刺激中共，为了中共自己的政治正确铤而走险。那么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步步升级。那么其中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呢还没有看到的是，中共的对台威胁已经把它变成了军事上一种这个和美国对抗的这个新全球战略的一个副产品。所以今后啊，中共的对台威胁已经不单纯是所谓的为了统一了，它的对台威胁本身是中美军事对抗的一个关键的环节，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美军自然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会接连不断的就台海军事危机发出警告。对美军来说，中共的对台军事威胁与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其实是一回事，不能够区别对待的。那必须是一体化的应对。所以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之后啊，台海危机就自然而然的国际化了。那么不单是说美国必须应对中共夺取第一岛链的威胁，那么日本也必须同步应对。那么台湾的地理位置是第一岛链的这个重要的一环，所以台湾既然处在第一岛链上，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对抗，台湾就不可能置身事外了。所以这个是中美冷战的当中这个国际关系方面一个基本的战略背景。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现在在外交层面是加紧美台的交往，制定一系列友台法案，也派人到台湾访问。对台湾来讲，外交层面上呢，如果想要有更大的突破，还取决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那么当前呢，最关键的是军事上的双方的合作。那么台湾是主动要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那么所谓美军协防台湾，不是台湾坐等美军来撑腰，而是说国军先要有自我防卫的坚强意志力和必要的军事装备补强。那么所谓国军的自我防卫意志啊，不但是说国军高层的决策，国军官兵也要有这样的意志力。那么同时也需要对中共的第五纵队要有必要的防范。那么只有在国军展现出来自我防卫的意志和国民展现出来同心同德守护台湾的强烈愿望，美军才能够以这个为基础来展开协防的部署。那么我看到说中共的外宣媒体啊，经常会引用台湾一些学者的话说，两岸还是要和平，不要惹毛中共。那么这种论点的根本弱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太旧太陈旧，它去年6月就过时了，没有用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去年我刚才讲到，去年6月是中共正式宣布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美国全境可以实现精准核打击。那么这就相当于说是卫星导航时代的新版古巴导弹危机。那么这个核威胁让川普当局下决心，正式开始对中共在军事、谍报、经济、政治各个层面的一个全方位对抗。那么台海状态呢，现在其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温度计。那么这个温度计现在是因为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就被放到了中美冷战这锅开水当中去。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我看不到这一点，以为这个温度计还在习近平的口袋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只要好言相劝习近平，两岸就没事。那这种想法说的好听一点，现在叫做相当迂腐；说的难听一点，就相当愚蠢。那么至于中共为什么要对美国付诸于军事威胁手段，原因是说在中美经贸谈判桌上，中共的小偷之手被抓住。因为中共做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和军事崛起，主要是靠盗窃知识产权和技术军事机密，也靠对美国大量倾销假冒品牌的商品。那么这个问题，中共是打死也不肯认错的，更不舍得放弃，因为他一旦认错守法了，那么保证从此不再犯这样的罪错，那么首先是让中共在国际上彻底丢脸，同时也断掉了他继续想要崛起的道路。
所以中共最后就是掀翻了美中经贸谈判的桌子，用军事威胁这个唯一他可以愿意用的手段，试图胁迫美国让步，放弃对中共的压力。但中共呢，毕竟是没有冷战的经验，他是有军事专家，但是他没有战争问题上的战略家。这种战争问题方面的战略家，必须是要站得比习近平还有中共军方高阶将领更高更远，而且讲出来的话有权威，连习近平都必须听。那中共有这样人吗？没有啊。在极权主义国家还有法西斯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和军方将领常常是独断一切，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而且就算中国当中有人具备这样的战争方面的战略思维，他也不敢讲真话，那会得罪高层啊。那么当年大日本帝国战败以后啊，军方将领总结教训的时候感叹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有人喊打仗，以为打就一定赢，就是没有人想到过说敢打不难呢，难的是停下来。整个国家被送上战争悬崖，就发现找不到路下来了。那么现在中共犯的同样的错误。他点燃中美冷战时想不到，冷战火点起来以后啊，它不会自动熄灭的哦。冷战双方是只能零和博弈，一直到其中一方彻底失败。那美苏冷战教训呢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想劝中共说你停止中美冷战好不好？因为中美冷战对你没好处，那这个人就会踩到中共最痛的脚趾头，因为啊，那是涉及到中共产党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教条，就是所谓他们也有红色政治正确，那里面关键一条就是共产党永不败，或者我们用共产党教科书的话讲，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为什么冷战的火点起来以后就不会自动熄灭呢？因为地球上的冷战从来都是不自量力的共产党政权点燃的。那么冷战开始以后，共产党政权绝对无法后退，更不可能完全让步，因为后退让步就会撕碎他那个政治正确的教条，让他在国际上和国内都立足不稳。所以中共是只能选择对美逞强，那么这样呢是证明了他的政治正确教条了。可是冷战自然也就停不下来，只会逐步升级。